魏无羡与蓝忘机到时，林老爷正在大厅，与蓝氏其他门生陪笑着，眼睛直直往江城那边瞟，不敢上去搭话。见二人到来，林老爷忙迎了上去。蓝二公子，我家那仆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您，实在抱歉。魏无羡心道：昨儿个明明是你亲自把我俩关起来的。江城见魏无羡又没脸没皮的贴着蓝忘机，黑着脸冲他道：魏无羡，还不快过来！魏无羡道：江城。那语气带着很明显的疑问和惊讶。江城喊道：你没看见我？这么大一个人站这儿，你没看见？天天和蓝忘机混在一起，你忘了自己是哪里人了吗？魏无羡笑嘻嘻地靠过去安慰道：云梦江氏，我如今当然是云梦的人，以后就不一定是哪家的了。那林老爷又乐呵呵地上来给魏无羡赔罪。魏无羡也乐呵呵地回道：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先前还未坐过牢呢，也算是一种新的人生阅历，老来谈资。江城连忙把魏无羡拉回来，黑着脸道：你又发什么疯？魏无羡又乐呵呵地跑蓝忘机后面去了。蓝曦臣见此情景，微笑道：魏公子与忘机关系不错。魏无羡答道：应该的应该的，大哥客气了。好像有哪里不对？魏无羡对蓝家人一直这么自来熟的吗？蓝曦臣清了清嗓子，开口道：既如此，林家的事就麻烦你二人负责了。好说好说，不麻烦不麻烦。魏无羡蹲在地上，脸悬在那尸体上方，看了半会儿，评价道：妆化得不错。那尸体泡得有些发肿了，脸上还带着妆，被水冲花了一些，但由于材质上佳，因此花的不多，细看可辨认，称得上是华丽雍容。林老爷道：这除祟不是应该于恶鬼作祟之处画符设阵，将之灭绝吗？二位来这一桩作甚？魏无羡直起身子，竖起食指冲那林老爷摇了摇：非也。怎么说来着？除邪祟恶灵，应是度化第一，镇压第二，灭绝第三。度化不灵则镇压，镇压不灵则斩草除根，不容其存。说罢，魏无羡又看着蓝忘机道：蓝湛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蓝忘机正检查另一具尸体，闻言冲他们的方向点点头。林老爷一拍大腿：这多麻烦，不如直接去把那恶鬼灭了了事。我不说，你不说，谁知道您二位坏了规矩？蓝忘机正色道：不可，玄门行事，当谨遵此序，不得有误。魏无羡上前伸手搔搔蓝忘机下巴：你这小古板怎地如此正经？林老爷一听有戏，双眼冒着金光。魏无羡又道：我可太喜欢了。林老爷脸上出现一丝裂隙，想着所以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不对，两个男人之间为何要用喜欢？林老爷木着脸，心道：可能这是他们仙家的交流方式吧，我等小老百姓不谙此道也实属正常。而后他又瞥见那蓝二公子的耳垂似乎是红的，应该是天生的吧。出了一庄，魏无羡和蓝忘机二人被林老爷领回到大宅西院。昨夜他们是翻墙进来的，蓝忘机醉着，魏无羡怕狗又不肯睁眼，因此也未得窥见此宅风貌。如今一见，魏无羡感叹道：这风格跟你们姑苏挺不搭的。没错，姑苏风格轻盈素雅，小巧玲珑，显得舒适飘逸，而这房子……魏无羡脑中飞出一只金孔雀，他难得黑了脸。蓝忘机偏头看着他。魏无羡道：没事，想到某人了，这房子挺兰陵金氏的。林老爷答道：不错，我并非苏州人，原本生于兰陵，1月前才搬来姑苏。魏无羡自言自语道：怪不得，看得我想打人啊。蓝忘机牵着魏无羡的手紧了紧。云深不知处藏书阁那几日，魏无羡恨不得把他自己从小到大，无论是劣迹斑斑的，还是光耀门楣的，是除祟的大事，还是捉鸡这等小事，全部说与他听。其中提到最多的人，便是他那全世界最好的师姐江厌离，骂得最狠的人，便是自小与江厌离有了婚约的金子轩。魏无羡曾说过，他是知道他师姐心悦金子轩的，而那金子轩不知好歹，骄纵成性，明里暗里不知叫他师姐抹了多少次眼泪。
他和江澄曾发誓，以后见这家伙一次就打他一次。如今到了云深不知处，虽有家规束着，但魏无羡也是尽了自己所能给金子轩添堵的。说到此处，魏无羡还感慨一番，说他和蓝忘机情投意合，这人合他口味，婚事也顺他心意。蓝忘机教训魏无羡不知羞的同时，也暗自庆幸，幸好是你。林老爷被魏公子那句想打人吓得提心吊胆的，心道：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祖宗诚不欺我。这位公子别看表面上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，暗地里却是个和那紫衣黑脸公子一样的狠角色，动不动就要人命的。林老爷不由自主地往蓝忘机那边靠了靠，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将命断送在这位魏公子手上。他小心翼翼的，只听那两位公子开始说话了。轻易出尘的蓝公子道：魏婴。狠角色的魏公子道：放心吧，蓝湛，你若担心我，还不如去担心那只金孔雀。每次我一见他，就想着一定要打残他，至今都未动手，乃是顾着师姐呢。但若哪天金孔雀真将我惹急了，便是10个你都拦不住的。哎，林老爷您跑什么？我想起来家中有事尚未处理，二位公子不必担心，我寻个小厮领你二人过去。二人不明所以。小厮领着他们来到昨日发现尸体的后院。魏无羡问道：你们这西院看着挺荒凉的，平日里住着人吗？那小厮道：有的，听说是住着侍女的，近来失踪了。说来也怪，那声音便是从那时开始有的。魏无羡问：什么声音？落水之声，每到半夜便听见有重物落水之声。7日之后开始有人丧命。魏无羡与蓝忘机对视一眼，看来这作祟之物便是那侍女死后化作的怨灵了。魏无羡又问道：失踪那侍女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小的只知他姓方。鬼物害人惯用2种方法，其一是致幻，因此而死之人，也就是通常所说被吓死的；其二便是附身，鬼物上身，这样死法就海了去了。而这邪祟偏爱溺死，估摸着生前也是溺死在这井里，心中不甘，因此出来作祟。如此找到尸首便可。二人说了想法，那小厮去禀了林老爷，便开始招人寻尸。此刻正值午时，阳气足，在场的各位又都是血气方刚的男子，对鬼神之物的恐惧冲淡了不少，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。你们这是在作甚？魏无羡与蓝忘机回头，见一衣着华丽的妇人正站在不远处，一脸好奇地问他们：夫人，我们在找尸体。那妇人问道：这处近来闹鬼，每日发现尸体不是半夜，便是第二天一早，怎地现在来寻？这2位公子说作祟之物乃是一侍女亡魂，我们在此寻那侍女的尸首。那妇人看过来：这2位。蓝忘机行礼：姑苏蓝氏蓝忘机。魏无羡一礼：云梦江是魏无羡。那妇人也行礼道：原来是世家公子，此行辛苦2位了。魏无羡道：不辛苦。那妇人看着他，笑道：既如此，我也不便打扰了。蓝公子、魏公子，小女子先行告退。说罢又行了一礼，走了。魏无羡转头问道：他是谁？那位是林夫人，兰陵许家人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和那林老爷一样华丽。魏婴，不可妄议他人。可是蓝湛，他来这里做什么？那小厮不是说这里平日里住着侍女吗？就他们这风格，恕我直言，真不像是能来关怀下人的人。蓝忘机也有疑惑，可因家规并未说出。魏无羡继续道：我看那林夫人就不对劲儿，说不定是看见自己丈夫调戏侍女，一怒之下杀了她，结果那侍女化为厉鬼回来报仇的故事。而且那林夫人的妆也挺熟悉的，与那几具尸体乃同种风格。兰陵那边的姑娘们差不多都是这种风格，还是华丽。蓝湛，你别看我，金夫人同于夫人交好，她常去莲花坞，我才知道的。蓝忘机道：我并未说什么。那就当我想多了。众人从正午挖到傍晚，什么都没挖出来。魏无羡再问，几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。调查无果，两人又转回去找林老爷，询问那侍女的事。
林老爷道：我不知道啊。魏无羡反问道：你家的事你不知道？林老爷往后退了几步，声音颤抖着道：我真的不知道，公子你饶了我吧。